往下走行吗？那个旋风腿不要旋哈，不要跳，用那个摆挂腿，不要跳，用摆挂腿。对，脚不要落，脚不要落，开才落。摆挂收脚，那个脚收住那，哎，再来一遍。摆挂收住开，单状掌，这边单状掌是两仪里面的阴仪，阴仪跟那边双垂是相对的啊，这个应该会吧？这个很简单吧？好走，喜鹊登之，四象之四。好，走好，白虎巨鹿收了。没有了。啊。第四项啊，第四项，它的一个特色，它也是步法，跟孤雁出群类似，但是它的差别是什么？一个是登枝，它是登枝，登枝是什么？登枝是那个喜鹊啊，从一个枝子到另外一个枝子，它是怎么过？它是怎么过？跳过去啊？跳过去，那是喜鹊跳枝了，它不啪跳枝，喜鹊登枝。喜鹊登枝是它为什么要登呢？它这两个枝比较远，所以喜鹊登枝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这个要拉远之后呢，第一个步过来是还没有落的时候，啪，还没落，那个马上收，因为你不能等这个落，它就两只脚在两个枝上面晃了，它很远啊，两个枝很远，它才要登啊，所以这一步要比你的正常步要远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它到位置了还没落，这个腿就要收了，那个才落，所以它是这个走的，你看它是落，它不是落收，它不是落收，它是这样不懂？这个叫做登枝啊。所以这里面有两种鸟，有两种步法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轻灵，都是快。那这里是有一个旋风腿，这边本来是有一个旋风腿要跳的，因为你们没有练旋风腿啊，所以还不让你们跳啊。
旋风腿要单独练，要单练，你才能做。所以先用什么？先用摆挂，这个下来撞啊。旋风腿我有发文，大概40出头吧，拍的那个照片。那旋风腿打出来，屁股为在最下面，要腿跟身子要形成一个 V 字形，它不是身体直的，腿在打。现在一般练的都是身体是直的，腿练得很松，然后腿在打，不是。旋风腿人是这样子的，身体跟腿是形成这样子转的，是这样转的，所以打不好很容易伤到的，伤腰伤腰，有时候会伤胯，所以要练旋风腿要单练。如果你们要练的话，要单练，要练熟了才可以。那这边的话，你们就用摆挂就行了，用摆挂就行了。好，带他们把它练熟。摆挂腿劈，这个地方用摆挂腿的话，就用正的。肩一倒是你要打旋风腿，所以打旋风腿的启动力在哪边？打旋风腿的启动力是在这边，身子啪一下起来。旋风腿是我要打旋风腿了，在这边啪一个劈下来，我要打旋风腿了，这边一倒，你看。跳起来，这个是打旋风腿，晓得吗？那我们现在是打摆挂腿，就一啪啪就在这边，然后身体转，啪，这样打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这样子这个是下一动的启动力，不是那样子。不是那样子，是，我这样子，你看，这个力量就起来了，是吧？所以旋风腿不是用跳的，它不是用跳的，它是在这边啪一下就行。看这个力量大，这样子起来的，好，你们把它走熟。负的，是属负的。八卦拳的套路，几乎每一个套路
结束都是用这个收，就是你所有的运动完，最后收回负，收回负。你前面不管怎么练，不管是静态的、动态的，怎么上下，你怎么跳没关系，最后要收，最后要收就收到负。这个是属于这个跟什么？这个跟你们前面练的这个是一样的，动作在这边的，所以那它是在这边。它是一收到负，打开，这个才是收啊。所以所有的练完都是给你收回到负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放慢，晓得吗？不要把它当做招式打，是把前面练的能量。前面练的能量在这个地方把它收回来，收到负，打开啊，这种式子，这种叫做拜式，这种式子叫做拜式，就是说我要收了。请问是哪个拜？失败的败，这种式子都是属于拜式，就是说。对我自己很不顺的式子叫拜式，比方我背对着他，这也叫拜式，好像是要跑要逃的拜式，这种也是属于拜式。不管用含基步，不管用弓步，这种都属于拜式，就是跟别人说好了，我不打了，这是结束的式，结束的式子。晓得吗？所以麒麟吐书这个地方不要练快，要收啊。所以你们今天算是招式上面、形式上面把它学完了，以后我们慢慢一段的练哈。所以套路啊，中国武术传统武术的套路，好的套路。大部分传统武术传下来的套路都是很好的套路，否则它不会传下来。好的套路里面藏的东西太多了，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，有没有那个知识，有没有那个体悟去挖掘它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套路没有用，练套路没有用那就是跟那些人说什么读古文没有用，读《古文观止》没有用一样，就是你没读懂没有用的东西，我们觉得没有用的东西是第一个，它真的没有用；第二个是你不会用，你没有懂，你没懂它那这些传统的套路，它流传下来，它在这个系统里面，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。它里面藏的东西宝藏的功藏的东西太多了那套路是珍宝，每一个门派传下来的套路是珍宝，就好像人家编那个《古文观止》《古文词类展》这些东西，每个朝代把前面的好文章收到一个集子里面去。那都是好文章那我们读不懂，只能说我的程度读不懂，你不能说没有用那现在很多人讲这个套路无用，因为他用上擂台打斗的角度来看那就是说你说古文没有用，你说念书没有用，你用网络上面互相呛的角度来看，它当然没有用嘛所以这些东西留下来我们把它越练越懂。我也不是一开始练我就懂很多地方我们教拳，很多老师傅他不会讲的。老师傅的责任他是引进门，他给你一个图，最多他给你一张图，你自己去走吧。
最多他这边教，这边教，这边教，你自己拼出来成一个拼图。后面呢，就你自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。老师他不会每一个说讲那么明白的，这就我说的上礼拜说的，因为他要有你犯错的空间，他要给你自己犯错的空间，他每一件都把着手让你走完，你练出来的东西不属于你的，是他的。所以传统老师教拳啊，他不会把着你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那样子，不会的。所以有很多人他不懂。我一个师兄弟，他就为一个我们练的这个从到离宫的单壮长，他有一次就质问我师父，他说：“为什么你教何进涵的时候打单壮长往前看，你教我的时候是往后看？”他认为师父偏心，知道吗？很多东西他认为偏心。师父教我八卦枪，八卦枪有2套，一套阴，一套阳。师父教我阴枪，教他阳枪。有一天师父不经意说的阳枪是克阴枪是克阳枪的，他从此不练了。师父教我一个阴枪是克他的阳枪，他不练了。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，他不理解，往前看也对，往后看也对。阴枪克阳枪，阳枪就不能克阴枪吗？晓得吗？所以很多人他不懂这个东西，所以怪师父这个不教那个不教，怪师父教他这个不教我这个，教他偏心就是因为自己程度不到，自己程度不到，自己的见识太过偏狭，才生出这样的心来。没错，那个武侠小说九阳真经跟九阴真经是一样厉害的。对啊，没有说九阴真经一定比九阳真经。没有啊，因为我们读书都知道。对嘛？连金庸都晓得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可能阴已经克阳了，这个。对啊。我也不懂这个厉害。所以人家讲得很清楚嘛，阳生阴，阴生阳嘛，阳极生阴，阴极生阳嘛，他们是相互的东西嘛，而没有极阴极阳嘛，表示说你阳腔里面有阴腔嘛，阴腔里面有阳腔嘛，它不是绝对的说阴腔就克阳腔，什么就克什么，不是嘛，不是那么死嘛，不是像形意拳，形意拳真的。难道说金克木，劈拳就一定克这个崩拳吗？不一定嘛，是不是？那是他的常理嘛，那是他的常理嘛，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式嘛，它不是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懂这个东西